Hello， 大家好，新家今天要来东京车站超红伴手礼开箱啦！这次总共会分享20-30件伴手礼，分成2集，开箱台湾很红的伴手礼，日本很红的伴手礼，最近新上市的伴手礼，隐藏口袋名单伴手礼。那每个礼盒在哪一区购买呢？真的好吃吗？怎么买比较方便呢？这次还会详细介绍像迷宫一样的东京车站购买地点，以及哪些商品可以退税，退税的地方在哪里？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在伴手礼开箱之前呢，先来推荐一个旅游省钱好帮手。旅游的时候，大家都怎么购买机票比价的呢？这次帮家人订机票，饭店比价，使用 Surfshark VPN 更换 IP 位置订机票，价格居然不同，找到最便宜的国家再刷下去，或是订饭店也非常推荐使用 Surfshark VPN， 更换地区试试会省下不少费用。用机票饭店差价，再拿来多买几盒伴手礼，一个账号多台装置可以使用。像这样外出人潮太多的时候，不用担心使用外面的 WiFi 资料外泄被盗取账号。Surfshark VPN 不满意30天内随时可以退款，取得黑色星期五专属优惠就可以获得额外5个月免费。点击连结，输入优惠码 SINGINJAPAN， 快使用新加的折扣码试看看就知道啦。首先推荐的是东京车站最近新开的排队伴手礼。这次伴手礼里面超级期待这一款上帝奶油，它在10月17号才在东京站刚刚上市的伴手礼，位于 B1 车站内往8重洲地下中央改闸口附近。在东京车站超级容易迷路，记得是在站内，不用出站哦。这家的人气款是奶油谷物卷心酥，以最小盒来说，一盒有10只奶油卷心酥，才918日元，非常便宜，而且还请来很厉害的甜点师傅监制。除了奶油卷心酥，还有莱姆酒葡萄奶油蛋糕、发酵奶油杏仁白巧克力饼干。这次新家先品尝他们看起来比较特别的卷心酥，剩下的等大家来反馈给我们哦。首先是他们的外包装跟纸袋质感很好，打开呢，日本包装大多有做很细小的方便开口，它的外层裹了糖，所以谷物卷心酥非常的硬。辛巴超级会形容，他说吃起来像是中空的奶油爆米花，里面长这样，内馅的奶油味道偏淡，饼干的部分是由全麦大麦主要制成，所以会偏硬，外面裹一层不会太甜的颗粒糖酱。优点是量多、便宜、包装美、长得可爱，东京新品，甜度适中，但是奶油味跟口感可能要看个人喜好，所以建议送给牙齿硬、不怕粘牙、喜欢奶油爆米花味的朋友。网络代购超红的日本伴手礼cheese奶油脆饼，在东京车站可以下载车站地图 APP， 那在1楼车站内往南改闸口的方向，3、4、5、6月台的中间，除了很多人排队的东京站、羽田机场、新宿、横滨，以及上次周末去的池袋车站都有分店。如果不想要排太久，可以选择东京车站以外的店铺，虽然不用排很久，但是店员说周末通常下午3点之后就会陆续售完当天的量。这次还另外多购买了枫糖芝士蛋糕，他们还有莱姆酒、葡萄cheese奶油卷，等大家来试试哦。那我们就来去池袋附近喝咖啡配点心吧。这间是由前白宫甜点师以及另外2个人一起监制，这次买1盒8个，1080日元，它的外包装也非常的精美，吃起来有3层口感，饼干超级香，最上面是白色巧克力，下面夹着cheese乳酪，喜欢cheese的绝对会非常喜欢。那另外一个1口小蛋糕，我们买了5入775日元，它的膏体有点偏干，像是蜂蜜蛋糕，加了cheese，
中间的部分还夹着枫糖酱。如果要买安全牌被夸奖的伴手礼，或是喜欢 cheese 的朋友，选它不会错哦。法国主厨自己监制，9月30上市的多层次巧克力饼干，是这次少数需要排队的店家。位置在八重洲 B1 中央改闸口内不出站。回家对照才发现，都是同一个法国主厨。他是用巴黎奶油做的榛果巧克力饼干，因为排队，忍不住也买了这个后悔的巧克力派，那就回家试吃咯。比较之下，这款伴手礼的包装纸稍微有点单薄，但是甜点非常特别，口味也很惊艳。首先，它不是小朋友会喜欢的口味，不太会甜，使用法国发酵奶油搭配淡香微苦巧克力，尤其是中间画龙点睛的微甜榛果，这个真的很特别，每口味道都不太一样，大人的味道。然后是刚刚说的后悔巧克力派，对于外国人来说可能很特别，但对于味觉直率的台湾人辛巴来说，有点像吃喜饼的感觉。他说怎么好像有点像在吃喜饼的感觉。喜饼吗？大饼吗？对，单纯个人意见，推荐给身边喜欢吃大饼的朋友哦。这间是少女心辛巴想吃的焦糖蛋挞伴手礼，它位于1楼八重洲北口，出站往大丸百货走，它就在大丸百货的斜对面。7月21号刚开幕，只有东京车站才有的伴手礼。虽然很想试试这个焦糖卡士达布雷塔球，但是它只适合冷藏存放。另外还有莱姆香草奶油巧克力的布丁千层酥，等大家来试试哦。它的包装很用心，有做雾面加工处理，品牌主打焦糖味、咖啡厅感的精致甜点，超浓厚的蛋挞味，奶油香，表面烤过的脆焦糖，中间还有焦糖酱，超级有层次的口感，但是意外不会过甜，吃完还会留有香草味，是会想回购其他来试试看的伴手礼，而且可以退税。辛巴说是他前3名的回国伴手礼清单哦。那在焦糖蛋挞的对面，八重洲北口出站一样往大丸百货的对面，这家也是辛巴的许愿清单。虽然这间可以退税，但是新家买的这个商品要冷藏冷冻，是不能退税的商品哦。所以想要方便一点，也可以考虑5层开心果巧克力饼干，或是富本美开心果巧克力5层饼干哦。还有开心果巧克力豆跟高岛屋限定商品等大家去发掘。这个开心果的包装真的是前3名漂亮，设计得非常有质感。这是选择东京车站才有，1天补货2次的开心果奶油夹心饼干。那它另外可以加购6个小时的保冷盒500日元，就可以冰冰的带上飞机回国，非常方便。它吃起来是有层次的口感，馅是超级厚的开心果奶油，然后外层烤过的开心果颗粒，配上加分的饼干。辛巴表示，你会觉得吃起来会觉得很揪心，跟一般的那种欧米亚 K 是不一样的感觉。就像高级贵妇在吃的下午茶就是这样的感觉。提供给大家参考哦。然后是在伴手礼以及战区遇到的旧爱，东京、大阪、镰仓都有的高级巧克力店，在1楼往丸之内北口的车站内。起先还认不出来，后来辛巴才说是我们去镰仓都会吃的巧克力甜点。但是这家生巧克力系列伴手礼，除了饼干礼盒以外，都需要冷藏冷冻，建议带个保冰袋登机提着，或是下一集有另外一个品牌也可以参考。这次选了3种浓度的巧克力塔，它会附上一个薄薄的银色冷藏保冰袋，打开它的里面，每一层都装得超有质感。像这样3种不同浓度的生巧克力，第一个65度且失败的商品，第二个常温稍微退冰，看起来已经很厉害，最后尝试店员推荐可以微波10到20秒。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高级的生巧克力，
非常浓醇，一层一层的味蕾感受，连外层塔皮的味道都不简单，有一点泡芙皮的味道，吃完都想起当年，推荐给值得大费周章带回去送给心仪的对象哦。原本心中已经有第1名的红豆蛋糕系列，但是被这家试吃品惊艳到，它的奶油红豆味超级香，虽然面包微干，但是有点吃不过瘾。刚好时间差不多，决定购买这个每天2点限定40条的鲜奶油红豆蛋糕。那它的位置就在开心果店的正后方。虽然是鲜奶油蛋糕，温度只要在25度以内，就不需要冰，使用前蘸冰过就好了。下次有机会再来买这款伴手礼。那这个红豆奶油蛋糕虽然比较贵，但是真的值得带回去送人的美味口感。这个红豆口感跟奶油非常的鲜甜，跟现做的一样，非常的香甜，奶味不会太重。虽然糕底不是很湿润，但是不会影响整体的口感，甜度中上，适合送给4个人左右的家庭或者是长辈哦。然后是超级日本的伴手礼年轮蛋糕，在东京车站内或是隔壁大丸百货也有贩售。东京车站在1楼八重洲南口车站内，这次是选择综合的冬天口味，有机会也可以试试东京才有的焦糖年轮蛋糕，或是自己要吃的也可以选这种单包1份的哦。包装稍微偏一般，很日式的外观，像是日本节庆的时候，很多这种日本伴手礼都会排很多人，里面有布朗尼、抹茶，原味松软，原味扎实，吃起来中规中矩的原味年轮，想象中的味道。辛巴比较喜欢布朗尼口味，就是巧克力年轮蛋糕的味道，它的最上层会有厚厚的糖霜。辛巴比较喜欢抹茶的香气，但是都是想象中，辛巴说就是老实人的味道哦。然后另外一个超级日本的伴手礼，代表东京车站的铃铛。东京车站内还摆放着的历史文物，像卢安在地下1楼往八重洲地下中央口的车站内，因为特别有代表性，所以买了2个口味回来试试。另外还有联名的哆啦 A 梦可以参考哦。不确定是不是文化差异，这个吃起来非常的甜，以外呢，外层的壳会像水蛭一样吸着舌头，特别的口感，就是要配着无糖绿茶一起吃的甜点，但是目前还找不太到回购的想法。里面有麻薯，提供给大家参考哦。最后一个一定要试试的日期限定地方美食，它位于 B1 丸之内中央出站后的附近。这家 Nomono 贩售各地季节性、区域性商品，几乎没有看过的超日本产地直送新鲜商品。里面这个周日、周一才有贩售的平井制果夏甜红豆面包，看起来真的很一般般，但却是会惊艳的口味。还有店里的其他商品都想要试看看，这里有很多商品等大家来分享给我们哦。这次伴手礼里面最期待推荐给辛巴的伴手礼，之前同事去观光遇到的零食摊位，他说是很有名的红豆面包，虽然这样小小的居然要292日元，但是它的鲜奶油超级无敌香，面包超松软。辛巴说吃过那么多好吃的红豆，但是这个红豆泥超好吃，虽然不好购入，有限量，而且赏味期限只有3-4天，但是有机会真的非常推荐试试哦。那在买完伴手礼最后，一定要记得可以退税的商品，累积买满5000日元，白色的标志是店家退税，红色的呢就一起拿来柜台退税。那在1楼跟 B1 都有退税窗口，办理退税的商品会被打包封起来，所以带着护照、商品、收据、信用卡来这边退税。这次生意状况不太好，再请大家见谅。最喜欢哪件商品呢？欢迎下方留言跟我们说，或是有想要看还没有介绍到的，可以留言给我们。新家下集伴手礼也很精彩，敬请期待。记得追踪我们的社群，才不会错过最新消息。
来旅游真的可以参考 Shopify VPN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哦，拜拜。